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复仇之刃。上一期攻略了前3关，从第4关开始，咱们可以购买换装的道具。换装之后，女战士就从近身变成了远程的攻击，武器变成了弩。其实像这种人物贴图特别大的游戏，换成了远程的武器不一定会占什么优势，但是让我不大满意的是人物的防御力变低了呀，护甲变多了，后面上下楼梯的时候还是差不多的，这点还可以。第4关的战场是地牢。上一期咱们通过了北侧的瞭望塔，本关的难度一下子就提上来了。关卡当中机关特别多，而且本关也应该是整个游戏流程当中流程最长的一关。打这关，如果你想拿到所有的隐藏的话，要攻略12分钟左右。有很多小伙伴没有看上一期，我给大家再重新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系统。一共是3个按键：攻击键、跳跃键，还有使用道具键。这里有一个隐藏的门，不是很明显。墙壁里侧还有一个宝箱，黑色的就是钱袋，可以用来过关之后购买道具。红色的是血瓶，每瓶血可以回半格的血量。我使用了一下蓄力的攻击，蓄力大概需要2到3秒。对于这款游戏来说，蓄力攻击不是很好用，因为2秒钟足够敌人刷新之后走到你的旁边发起攻击了。我的血量已经损失了1/3了。现在我身上这个道具是一个全屏攻击的道具，商店里能够买到。关卡的流程当中也会捡到，但是本关最重要的，咱们是捡到2个增加攻击威力的道具。因为变身之前的攻击威力增加，带不到变身之后。刚才这里的门是用钥匙来打开了，钥匙这个道具你在商店里边是买不到的。你只能在关卡的流程当中，在宝箱里边或者消灭特定的敌人来得到。大家注意玩的时候下楼梯不要被卡住啊，也不要按暂停，也不要趴在屏幕上，对眼睛不大好的。捡到了一个增加攻击威力的道具，这个东西显示在你的血条上方，满了就是2个星。白色的瓶子是解毒药剂。刚才这个场景，地面的绿色的雾就是毒气，碰到要掉血的。你可以吃一个白色的瓶子，短时间之内不受毒气的伤害。这里我还是掉进去了。这款游戏越到后面的关卡，可能难度越高，但是玩家的道具
积攒的也越多，所以很多地方反而会打得很顺利。我所知道的隐藏，我基本上都拿了。但是如果我有错过的，大家可以在留言里或者弹幕里边提醒我。好像前3关就漏掉了一个，这里3只石像鬼都给了解毒的药剂，那你就知道前方恐怕是有使用的地方。这里触动了机关，我的血量损失的不少了呀，剩下不到半格了。其实大家也能够看出来，我玩的已经很小心了，所以有些时候咱们该吃血瓶就吃一个。到游戏后期，可能你身上有几十个血瓶啊。人物蹲下的时候就是在防御，一个无敌的状态，但是你就不能攻击了。这里是把攻击力加满了。下方的流沙里进入是掉血的，但是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宝箱。这个宝箱里边是血瓶，我刚才掉的血大概就是一个血瓶的血量，因为我下流沙下的比较早，晚一点的话不至于掉这么多的血。这个宝箱就等于白拿了呀。我走的这个路线不是唯一的，因为游戏当中有的通路是相通的。这个位置咱们可以卡一下视野，使用一下强力攻击。因为刚才剩下的血量，这种比较厉害的石像鬼一下子就可以把咱们带走了。从这儿跳上来，这个宝箱里边是蜘蛛。本关应该后面还有宝箱里边也是怪物。给大家激活一下看看。这关的流程确实是长啊，不过咱们也打了一大半了。这种颜色的狼人非常的强力，虽然他每次只恢复1次，但是他的攻击频率是非常高的。刚刚这个火堆几乎就是极限的跳跃了。一堆钱袋，这里边也是蜘蛛，前边也有，咱们把它们聚在一起，然后都秒掉。又是一把钥匙。左边这个台阶就非常的可疑，所以说咱们上来检查一下。有一扇门，使用钥匙开门。钥匙使用之后就消失了，开下一个门需要再次捡到钥匙。这里我使用了魔法戒指，把上面的石像鬼变成了钱袋。游戏注意点打的话，实际上是不缺钱的。
这里每跳一个台阶都等一下，上方有落石。这边也是有隐藏。本关真的是各种机关啊，看起来有5、6种。敌人倒不是特别的强，但是长时间的关卡流程难免不犯错。而且这款游戏之前也提到了，人物贴图太大，所以说视角的范围有限。里边就是 BOSS 战了。本关的 BOSS 应该说是一个新人的杀手，难度很高。难度高包含2方面，一是这个怪很肉，攻击的方式也比较多样，有近身的、远程的。我打他就开了一个无敌的立场。但是打他还有一个难点，在于左上方是有一个宝箱的，咱们需要勾引他，使用出飞叉这一招，然后垫脚跳上去。如果不拿这个宝箱，那我就开着立场和他拼命就可以了，直接就能把他干掉。这里咱们宝箱也拿了，可以直接拼了。已经打完了，在屏幕外侧就把他干掉了。这样的话通过了地牢，这里随便买点东西就可以了，咱们现在不缺什么。清屏的道具买了几个。第五关的战场是南方的瞭望塔，咱们之前第3关打的是北方的。和第4关相比，第5关的流程就短多了，而且隐藏也比较少。而且本关的 BOSS 之前咱们也见过，是一只美杜莎，但是这只比上一只可是强力多了。可以看成是美杜莎的威力加强版。光荣表示这个我熟啊。开门。既然是塔，咱们就是在爬塔。战场总体来说也比较窄。像这种紧窄的地形，咱们就全力的向上突破就可以了。被机关打到了，血量已经不满了。刚才那个机关实在是太快了，我感觉很难躲。这款游戏血瓶给的真多呀，可以不在商店里边买就够用了。黄色的瓶子就是立场瓶，可以短暂的无敌。这里刷这2个怪我忘了，直接就撞上了。爬梯子，可惜这个梯子太短了呀。长一点的话，咱们可以多看一会儿。4个钱袋，这里刷蜘蛛了。蜘蛛是可以碰的，但是它扑你的时候就不能碰了。打一下机关，刷了一个怪，拿到了魔法杖。魔法杖就是清屏的。魔法戒指比魔法杖要好用，因为它可以对付强力的怪物，而且可以把敌方直接变成钱袋。电梯来得好慢，左边是死胡同，
右边有个隐藏，下边的蜘蛛不是很好处理，因为咱们现在攻击的方式够不到地面的敌人，所以升级之后真的有利有弊。这个地方我直接开着立场冲过去了。游戏进行到这儿，身上也是有一点资源了。前方不远就是 BOSS 战了，超级美杜莎。这个美杜莎有3种形态。打完第1种形态，它会爆一个血瓶；打完第2种，它会爆一个立场瓶；第3种的攻击频率就很高了，而且美杜莎的攻击力也比较高，所以这个 BOSS 打的时候要严格执行你的攻击节奏。我把红卷轴拿出来了，红卷轴是短时间之内提升你的攻击力，但是它这个持续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呀，我感觉也就几秒钟。对于我这种以小时作为计量单位的玩家来说，几秒钟实在是太短了。这里已经是第3形态了，我基本上就是射一枪，然后就要蹲下防御。你如果频繁的射击的话，是非常伤的，这个大家要注意啊。好的，打完了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